片人间客，是一种生与爱难求。掸去尘埃又会如何？此心可无不可休。造化酿成风月一滴泪，伫立的悲心梦蝶梦秋水。万劫终不会再流到掌间来回。我看不破地去天归，造红尘不须百转千回。浮花开，望年岁，惹菩提潸然低眉。你醒了？你怎么来了？你刚刚泡过温泉，我想过来看看你的伤势如何了，好点了吗？于墨呢？天兵为镜，众妖受伤的受伤，惶恐的惶恐，于墨正在安抚小妖呢，等他忙完便会过来跟我们会合。是我连累了叶兰山。别这么说，于墨已经把你当成朋友了，而且此事事关重大，哪有什么连累一说？再说了，你为了山境自毁了仙灵，众妖们得知此事以后都十分感动。这是我刚刚熬好的，趁热赶紧喝了吧。这是你用真身花瓣做的汤。对啊，可是我熬都熬了，你要是不喝的话，岂不是浪费了？燕丹，那天无论你再怎么否认，我已经知道你的心意。如果应渊，你我都知道，挡在我们之间的并不是爱与不爱的问题。如今帝尊已经不在了，你是天界唯一的上神，你是帝君，天庭的责任你不得不顾，天条在上，我不想让你在我和苍生之间做一个选择，而我也有我想要保护的人。我明白，曾经的伤害无法轻易磨平，所以你会害怕，会想逃避。但是燕丹，往事已经无法回溯，待到肃清奸邪，一切尘埃落定之后，我就不做这个帝君了。以往的经历告诉我，只要不提前期望，就不会失望。我们之间若是能在一起自然很好，若是不能，你也无需自责。沉香虽已成谢，余香仍绕梁。我从来没有后悔认识过你。好了，快点把这个喝掉吧，要不然该凉了。
我虽然失去了仙灵，损失了大半仙力，但我已用地质护住了自己的心脉。再过半日，便能修出灵源，将外溢的仙力锁住。最近事态紧迫，许多事都没有来得及处理。桓清此次吃了大亏，他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接下来，我们更需要万事谨慎。桓清此人，性格顽固偏执，却极其注重颜面。如今他以天帝的身份，扳指与耶兰山众妖永不相犯。我想近期内他不会出尔反尔。如今大家都在明面上，我们必须在他出阴招之前揭露他的假面。以我对他的了解，他定然会下令严查天庭要阁。但是就算找到了柳微阳，也没有机会揭穿他的傀儡术。有一处仙阁里倒是有我的老熟人，这个仙阁平日里无人在意，但却有在众仙面前露脸的机会。待你们伤势痊愈，灵元修成，我们便可以行动了。好。他们一个也跑不了。陶姐姐，看到我无恙是不是非常的失望？你现在可以告诉我们了吗？你到底在隐瞒什么？或者你的苦衷到底是什么？人没法承下每一份情，报尽每一份恩。为了心中所求，总会留下遗恨。颜淡，对不起。为什么颜淡一回来，他就要寻死？颜淡安然归来，代表着桓清的计划落空。说不定他会以为在天上，桓清杀了柳微阳，才会如此心灰意冷。就算为了柳微阳的一魂一魄，如此糟践自己的性命也是不值得的。他脖子后面有一个新的伤疤，看这个痕迹，好像有人想要抹掉什么。这是魔族的比邻诀，种在人身上，哪怕远隔天涯，也会知道对方在哪里。施法之人，用情很深，印记深刻入骨，就算摧毁表面，也无法消除。能会，并且能在他身上中此诀的人，除了柳微阳，别无他人了。看来柳微阳是不想再次失去他。这比邻诀可以反向追寻施法者的所在吗？跟着他，就能找到柳微阳了。若桓清发现此印记，阻止我们寻找柳微阳的话，那陶子气为何从没提过此事，还整日口口声声说要救他？他所有的思念都寄托在这支簪上，可倘若这支簪跟柳微阳无关呢？这支簪子未免太坚硬了。
一直让我们找不到柳维阳的人，果然是他。多谢相救。子期，你们把子期也救了，大恩不言谢。今后若有所需，我必奉陪。子期，子期，轩香，太好了，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这事情的真相，是由我们来告诉柳维阳，还是你自己说？轩香，我犯下了大错，天帝以你的性命做威胁，我不敢拒绝。子期，你不要自责，这不是你的错，你也是为了我。对不起，子期是我的妻子，她犯的错，由我一个人来承担。你们要杀要剐，我听凭处置。他不止做了这些，还让严旦落入险境，就连比邻诀的印记，也差点被他毁去。轩香，天帝说，倘若我不听他的，不等他们寻到你，你便是一具尸体。我没有办法，只能对他言听计从。那时在神霄宫的时候，我跟于墨便看到你向外传信，你以祭奠借口糊弄过去了。而后，天庭的人都以为应渊帝君已经去世了。但在不久之后，便有人前来抢夺神器。知道应渊君身份的人，还有知道神器之事的人，除了我们几个之外，便只有你了。一步踏错，连我对你的真心都被人拿来质疑。重回人间之后，我日夜挣扎于回馈之中，最后选择放下一切与你成亲，看来到底是错了。于天界我是罪人，于朋友我是叛徒，谁也不相信我。雪香，连你也质疑我吗？子期！为什么要救我？既然你们都不相信我，不如让我以死偿还这一切。子期，我相信你，这一切都是天帝逼你做的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亲手杀了他，这样就再也没人敢威胁你了。柳维阳，他已投靠天帝，怎能再信他？他最珍视的是天庭御赐的紫燕簪，哎，他的真心你从来就没有怀疑过吗？只要是子期说的话，我都相信。你们的所有计划，
我都会全力配合。但也希望你们能相信我的妻子，我一定会向你们证明，子期是无辜的。我们离开南海之后，赵兰就被软禁了，桓钦剥夺了他统领四海的权利。不过还好，我们及时找到了柳维扬，赶在桓钦赶尽杀绝之前开始行动。可如今桓钦吸收了众多仙灵，实力深不可测，而且此人极善伪装，我们至今都不知道他的真性情是什么，更没有办法预估他将如何还击。不知道我们的计划是否能够一击命中。从前我一直佩服他御下有方，下属都对他忠心耿耿。原来他最擅长的就是伪装自己，总能恰到好处地收买人心。陶子期之前曾在他统领的天机阁之中任差，所以现在有可能仍效忠于他。无论如何，明日发生任何情况，我们都要做最坏的打算。严旦，严旦，啊，你说。严旦，你饿不饿？我就知道我的主公不会让年轻饿肚子的。明日之事凶险万分，如愿酒我已经准备好了，今夜我们大家不醉不归。来，来，这个呢，是我亲手制作的平安符。我征战数万年，上阵之前无牵无挂，拿着。我们3个人明天一定会平安归来。这还是我认识的那个高高在上的帝君吗？这么有人情味儿，还会提前准备礼物。不过我看这个礼物倒是小气了一些，1块朽木，不能吃不能喝的，没意思。哎，你可说错了，这可不是普普通通的朽木，这是古神座下的沙罗树。这块木头可如9重天上的神器一般，如此贵重的礼物，我怎么好意思收呢？你这叫不好意思啊？我看你收的挺快的嘛。这叫礼尚往来，我也有礼物送给你。我做了这么多年的宵夜，这是我自己整理的食谱秘籍，你可别小瞧它。这上面都是严旦最喜欢的食物，3界只此一本，比你那个礼物如何？拿来拿来。云墨，明日谁都不许乱来，我们3个人都要好好的。来，今日设宴，是为诸仙家解忧。吾知道，最近9重天多有耳时之言，众位仙家的心结，在于逆贼应渊。帝孙，应渊君的罪名未能查清，如若他有冤屈呢？这应渊胆大包天，连刺杀帝尊的事儿都能干得出来，能有什么冤屈？吾知道，诸位仙家当中有很多人，像火德月瑶一样，被应渊的伪装蛊惑。吾答应诸位，定会全力追剿应渊，还9重天一份安宁。
你不是要揭露真相吗？为何都不敢以真面目示人？逆贼自投罗网，倒是省了吴的事了。玄香，你既用傀儡术蒙骗三界，我们亦可用此术来揭穿你的假面。基督星君，基督星君。众卿莫慌，魔族善使诡计，玄香将吾变成还清的模样，就是为了与应渊配合，离间我等君臣。这也是你的诡计吗？这是嫉妒星君的腰中剑，那他真的是还清？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真正的帝尊现在在何处？诸位，帝尊已被还清所杀，他的仙身便在神官林中。诸位不信，可以亲自去查。众仙皆知，帝尊昔年曾经割肉喂鹰，留下了新月疤痕。还清，你可敢退一验身？你不敢验身，便是心中有鬼。我们竟被一个赝品诓骗了这么多年。你所做的一切，是因为帝尊当初未赐你帝君之位，所以才怀恨在心。我为天庭九死一生，他却用区区一块百炼钢就把我给打发了。我把这百炼钢做成腰中剑，藏于腰内，就是为了时刻提醒自己，不忘昨日之耻。修罗族的大祭司灵江，已将你的所作所为和盘托出。作为细作，他这么对你，没错。原来他真的是嫉妒星君，我们竟被骗了这么多年。玄烨身怀蓬勃神力，却为一个女人而死。我为何要向这样的废物尽忠？我为天帝扫平我的母族，天帝却宁愿封一个有玄烨血脉的人为帝君，也看不见换了一身干净血脉的我。干净与否，不在于血脉，而在于内心。哼。那时我还不知道你是玄烨和冉青的儿子，原来我笑中来笑中去，都是在替你打天下。我拼尽全力才得到的万一，而你只要一亮身份，便有人为你奉上至尊之位，何其可笑，何其不公！帝君之责是守护三界和平，而你心中只有权力。追求权力有什么错？世事如局，苍生坐骑，我不要再做棋子，而是要站在这巅峰之上，做执子之人。我要用我这双曾经为天界断过的手，亲手建立一个公正开放的新天道。公正的天道，从不建立在说谎还有罪恶上。过去你我并肩作战的兄弟情，究竟是真是假？我虽然恨天地不公，却从未恨过你。不然仙魔大战便不会单单放过你的仙灵，甚至故意置你目盲，送你离开战场。我本已得到天地之位，本不愿再生是非。若不是你非要调查仙魔大战疑点，逼我出手，哪怕就是为了这只手，我也不会伤你分毫。就算还清真的狼子野心，但就凭他一己之力，怎么可能杀得了3位帝君和帝尊呢？因为他有几位好帮手，首先是出使魔界的使者陶子气，邪神不喜干戈，正是因为他的出现，让仙魔大战
变成可能。当年仙魔大战，是硕华用傀儡术假扮我而挑起，与他勾结的人就是你。你的傀儡术也是他所授，只可惜他最终被你利用，以我的身份死在了战场上。昔日的东海龙王，也是你的人。你为了让他坐上龙尊之位，不惜灭我九岐一族，而九岐一直以来对你们是忠心耿耿，从不参与纷争。我师父北冥仙君，也是闲云野鹤之人，而你却把他的忠心当成你的棋子。不错，以吾的身份，诸多事情不便亲自前去。九岐对天地忠心耿耿，而吾是需要一个对吾唯命是从的水族之首。哼，于墨，你可知道九岐一族是如何惨死的？吾派他们去对抗修罗大军，待他们死战多日，然后再派龙族过去，假装遇伏求助，骗得回鹘。待到他们一入山谷，便被杀个干干净净。如此雕虫小技，他们能信，并非你足够深谋远虑，而是他们秉性善良，一腔孤勇。桓钦，不必太过自负，我早晚杀了你。心慈手软、轻信他人，本就不配活在这战场上。九岐如此，三帝君亦如此。吾都没想到取他们性命会如此容易啊！不过有一个人，倒是让我费了不少周折。天帝是唯一一个提前识破我伪装的人。可惜呀，去见他之前，我已吸收了三大帝君的全部仙力。桓钦。原来是你，桓钦。
为何他的仙身无法销毁？既然不能泯灭你的仙身，那你就用我的身份，永远躺在这神官林中吧。把践踏过我的人踩在脚下的感觉真是痛快。杀了还亲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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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今日，所有无辜牺牲者的公道，我们将一并讨还。就凭你们也想杀我？不自量力！应渊，你的棺木不会派人打造的精致一些？不自量力，狂妄自大。你以为你掌握了一切吗？火德元帅，帝尊已将你禁足，私自带兵乃谋逆重罪，你最好让开，莫让我伤了这些无辜天兵的性命。有我在，你们休想踏入瑶池半步。老夫正是从神官林而来，还亲弑君，篡位之罪已昭然若揭。太幽，到了此时，你还要继续助纣为虐吗？当初既然做出了选择，就没想过回头。火德，你今天非要寻死，我成全你。剩下的交给你了。邪不压正，火德元帅宝刀未老，已经拿下了太幽与你的亲兵。就算没有他们，无意一样不会败。谢谢朱清让吾饱食一顿，该是吾回馈给朱清的时候。吾一日为帝，终生是这三界之主。待吾除掉了应渊等人，必会解了这乾坤尹之缚。到时，归顺吾者升仙阶赐仙力，违逆吾者即刻受死。众卿家好好想想。
众将听命，当守武功骑兵之力，护卫诛仙。是。桓清，天界不是你的天界，天道自在人心。是吗？桓清，你是不是觉得三池、风柱、晨光同时一寒？严旦提出，将冰魄寒蝉注入众人仙灵之中，付出这般代价，皆是为了你。我们如此有耐心地听你回忆往昔，亦不是白等。别人的东西不能抢，你以为你吸收的是仙力，其实你吸收的是寒毒。你们以为这区区寒毒就能伤得了我吗？桓清，你屠我九七一族，杀我师父，又残害南海，你的命百死不足以偿还，今日便是你的死期。即便是弱小的汉淡之花也会反击，你休想一手遮天。窒息竟然服用了散灵丹。散灵丹至阴至寒，唯有魔像的地火才能消解。玄香，连你也质疑我吗？原来你早就知道他服用了散灵丹，你自杀是假，用仙灵成地火，为的就是可以解开他身上散灵丹的毒。原来你心上之人，从来不是柳微阳，而一直都是他。子期，你为了他，竟然做到如此地步。我们的相知、相遇，都是你跟他设计好的，这不可能！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！创世之战后，
你便将他收入了天机阁。原来你做的这一切，早就已经开始布局了。无欲则无求，无求之人，如何守护这三界众生？我与小气想创造的，才是最好的天界。天上人间那一面，如初相见。心霜仍然停不住流年，曾接过你的双眼，暖过最冷的瞬间。渡边望穿，却难忘此生缘。沧海无边，追随你，痴缠留恋。情字难言，总哽在指尖。枉费了千年岁月，情丝万千怎么解？忘了期限，爱才能兑现。情深一眼，刻在心间，为你纵身一跃。昙花一现，情缘深陷，此生不负成全。留住你最后一瞥，又何惧轮回中思念？你的心留在我心头跳跃。刻在心间，为你纵身一跃。昙花一现，情缘深陷，此生不负成全。留住你最后一瞥，又何惧轮回中思念？你的心留在我心头跳跃。花开落，随无